折腰》这部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还是很成功，把原著中的人物精髓和经典桥段情节都还原得很到位。比如说魏少中毒、小乔洞匣子、大乔私奔等剧情，还是很按照原著的剧情来进行还原的，甚至还比原著描写的更加细腻了许多。在最新剧情中，小乔和魏少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，两人不仅一起出游，魏少还用心为小乔准备了礼物。这先婚后爱的爱情也实在太好磕了。小乔出来魏家，以为两人联姻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爱情，只求彼此相互尊重就好。但是随着小乔和魏少久而久之的接触，小乔发现了魏少身上很有闪光点。魏少看似在事业上凶狠，实际上心肠最软，只因为他不是很会表达，这才会让人觉得他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很不好相处。小乔和魏少在一起的时光里，魏少虽然没有做过很多浪漫的事情，可在生活中却对小乔细致入微。比如看到小乔手腕不舒服，赶紧给他准备了护腕，看到他不舒服，会贴心给他准备补药等等。小乔从嫁到魏家第一天，魏少就告诉小乔会护他一生的周全，所以魏少看似直男，可带给对方更多的是安全感。小乔对魏少的付出更多是忍让和陪伴，不论魏少前妻如何对他，他都在努力做好魏少妻子这个角色，这也是魏少爱小乔的地方之一。小乔的主动，让魏少这个长期奔走在战场的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被爱的滋味。在原著小说中，小乔和魏少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很虐，因为小乔随着时间逐渐地爱上了魏少，而魏少也逐渐放下仇恨，逐渐意识到越来越离不开小乔的陪伴，两人都在双向奔赴，为此两人的结局也是很圆满。魏少无论是在原著还是影视剧中，妥妥的是夜行霸总，实在是强的可怕。魏少在原著小说最后大杀四方，并将所有领地全部统一后称帝。魏少在称帝后，教会子民如何种植、创业，鼓励有能力的进行考试入朝为官，非常开明和有能力的帝王。魏少一直想要个和小乔一样聪慧、魅力、可爱的女儿，为此在最后的结局中，如魏少所愿，小乔顺利地为他诞下一女，成就了他想做女儿奴的心愿。首先来说一下朱夫人的大结局。朱夫人作为魏少的亲妈，她对魏少做的事情，着实让人欲哭无泪。朱夫人属于比较自我、性格强势的人，她总想让魏少听她的话，但是魏少从来不听。她以为在魏少面前多提乔家和魏家的仇恨，就能让魏少讨厌小乔，甚至是将小乔休了。可魏少有自己的想法，根本不会被他左右。总之，朱夫人希望魏少过得好，但不希望他过得太好。在魏少被朱夫人下毒来撮合郑楚玉他俩人这件事，说实话，魏少始终没有过于怪罪朱夫人，后来只是说让朱夫人以后不要再提及他和郑楚玉之间的婚事，并且给朱夫人3天的时间将郑楚玉送走。魏少能做到这种地步，可谓是已经很好说话了，但是朱夫人却不领情，事后还埋怨小乔坏了他的好事。整体来说，魏少在被下药这件事上是受委屈，但是他念及和朱夫人之间的母子之情，却不愿意多说什么。所以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小乔却不愿意让魏少受委屈，他怒对朱夫人，认为朱夫人看似是魏少的亲妈，但是做的事情却不是亲妈能做出来的。朱夫人把该有的心思花在了别人身上，在小乔看来这实属不应该。可即便朱夫人的问题被直白地指出来，他依旧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错，从而导致朱夫人自始至终从未接受小乔这个儿媳妇，因为她只喜欢郑楚玉，那位能日日哄她开心的郑楚玉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朱夫人这个人物故事，她之所以会是这样的性格出现，主要原因是她的丈夫和大儿子均都被乔家所害，那种仇恨不是能简简单单的释怀的。而且朱夫人属于比较缺乏安全感，而她长久以来的安全感都是来源于郑楚玉的陪伴，所以郑楚玉在她心中的位置要高于魏少。她能想方设法让郑楚玉嫁给魏少的这种心情和做法，也是能被些许理解的。在原著小说结局中，朱夫人意外得了疯病，被徐夫人单独的关了起来。后来魏少称帝后，全家举迁搬家，朱夫人突然跑到祠堂要拿丈夫和大儿子的牌位，意外碰倒的烛火，不幸被焚烧。朱夫人在折腰这个故事中，其实也是一位可怜之人，在失去丈夫和大儿子后，她想要的生活始终不如意。其次来说一下郑楚玉的大结局。郑楚玉喜欢魏少这件事，
很正常。毕竟在魏少那个时代，魏少的条件可谓是钻石王老五的级别，年少有为，长相英俊，换做任何一个女子都会心动。郑楚玉虽说占着天时地利，但是因为他太有心机，导致所做的事情总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也间接的让魏少对他是越来越反感。而且郑楚玉压根也不是魏少喜欢的类型，郑楚玉常居于深远，脑子里都是八卦和家长里短的事情，根本和魏少没有任何话题所言。要说魏少对另一半的要求，首先是自己喜欢的，其次是能和自己三观契合的，最后是能同甘共苦的。综上所述，也只有小乔比较符合。小乔不喜欢勾心斗角，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魏少为主，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是魏家之母，想要做乔家之女已经不可能了。而且郑楚玉也不明白感情这事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即便是现身于此，只会让魏少更加的反感，加剧了他离开魏家的速度。在原著中小说中，郑楚玉被嫁入到了一家条件中等的家庭中，她在仗着和魏家有关系，在家中经常给公婆脸色，还常常辱骂丈夫。后来因和苏娥皇一起陷害徐夫人，被打断了双腿。说实话，郑楚玉如果活得通透和理智一些，也许她的结局根本不会落得如此之惨。当郑楚玉的尸体在河边被发现时，衣衫凌乱，面容青紫，围观者只当是意外失足。可魏少望住那片泛着血丝的河水，眼底冷意刺骨，这哪是意外，分明是灭口。一个从小寄人篱下的贵女，机关算尽却沦为棋子，连死都成了权谋的主角。朱夫人抱着丈夫和儿子的牌位冲进火海时，嘴里高喊着匈奴破城了。烈焰吞没祠堂的那一刻，她满脸癫狂的笑，仿佛终于证明了自己比小乔更英勇。可当仆人拼死将她拖出火场，她却蜷缩在灰烬中喃喃：“我的儿会记得我吗？”苏娥皇被削去鼻子的那日，铜镜里映出一张血肉模糊的脸。曾经名震四海的玉楼夫人颤抖着手抓起金簪，却迟迟不敢刺向咽喉，直到流眼讥讽她丑如恶鬼，她才明白，比死更可怕的是失去美貌这唯一的武器。魏少捏碎苏娥皇面具时，裂开的不仅是鎏金蝶纹，还有她晶莹半生的假面。这个声称要当中原国母的女人，至死都在用脂粉掩盖溃烂的伤口。流言举剑冲向魏少的瞬间，剑锋还未触到铠甲，就被斩落头颅，极度让他忘了自己从来不是战神对手。徐夫人抚摸着家传玉珏，看着小乔在城楼上指挥若定，匈奴铁骑压境的危急时刻，17岁的孙媳镇定不防，而她亲手养大的朱夫人却在佛堂咒骂。当节报传遍上古城，这位历经3朝的老人终于笑了，魏家的未来终究要交给清醒的人。大桥攥着笔至从战场寄来的血书，上面歪歪扭扭画着朵木槿花。当年私奔时，谁都嘲笑他选了个马奴，如今这卑贱之人已成良牙之主，而他那懦弱无能的父亲，到死都在问，为何亲生女儿都不肯做我的傀儡。魏衍牵着马走过漠北草原时，怀里还揣着半块匈奴狼符。他曾日夜纠结的血统问题，在亲眼看见陈滂屠城时有了答案。有些人不配称父亲。将向指权力的信物扔进黄河那刻，他忽然想起小乔的话：自在比血缘更重要。朱夫人的棺椁入土时，魏少盯着墓碑上慈母2字沉默良久。这个字又刻在他的母亲临终前竟把通敌密函缝在寿衣里，妄图用死亡成全最后一场算计。小乔轻轻握住他颤抖的手，身后传来婴儿啼哭，他们的新生女儿正睁着纯净的眼睛看世界。苏娥皇的侍女抱着染血的嫁衣投井前，哭着说夫人藏了10年的秘密。那件绣着凤凰的喜服下，竟缝着陈翔不能人道的医案。原来所谓宠冠6宫全是谎言，他至死都在模仿徐夫人当年的仪态，却不知真正的贵族风骨，从来不在皮囊。刘演的叔父被斩首前，冲着刑台下的百姓嘶吼，他8岁就毒杀亲弟。围观者哗然中，贵子手刀起头落，有些肮脏事终究要带进坟墓，唯独他书房暗格里那幅小乔幼年画像被魏少烧成灰烬，飘散在风里。徐夫人最后一次巡视魏府库房，指尖掠过成箱的地契兵符。30年前他带着这些嫁来魏家，如今悉数交给小乔，连同那秉斩过无数宵小的青铜剑。侍女问他可要留些体己，老人摇头轻笑，
最珍贵的，早刻在魏少谷鞋里了。魏衍在江南酒肆听见说书人拍醒目，那魏家家主竟是个惧内的。他仰头饮尽烈酒，眼前浮现魏少尉小乔描眉的画面，忽然懂了何谓逍遥。醉眼朦胧间，他往桌上扔了块碎银，就当恭贺那对冤家的聘礼。